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的隐藏人生，她不说，你根本想不到的7重身份。从荧幕上的拼命三娘到资本方副总裁，赵丽颖用7重身份书写了超越演员的传奇。她手握商业话语权，低调坚持慈善，带着家乡走向全国，更在妈妈的角色里找到温暖铠甲。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只有日复一日的死磕。她用15部爆款剧证明，笨鸟先飞也能翱翔天际。提起赵丽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花千骨里灵气逼人的小骨，还是知否中通透清醒的盛明兰？但如果告诉你，这位荧幕上的拼命三娘早已悄悄解锁了7重身份，每一个都藏着超越演员的野心，你敢信吗？从打工人到资本方，她早不是小演员。很少有人知道，赵丽颖的头衔里藏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的名号。这个听起来与娱乐圈毫不相干的身份，暴露了她对跨界领域的布局。从单纯的表演者到深度参与产业运作，她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被选择到做决策的蜕变。更让人意外的是海润影股东的身份。当同龄女星还在为角色争破头时，她早已手握资本话语权，既能在片场演好别人的人生，也能在会议室规划自己的商业版图。这种清醒，让她在流量更迭的时代里，始终站在难以被替代的位置。流量之外，她藏着更滚烫的底色。在名利场里打滚的明星不少，但能连续多年稳居中国慈善名人榜前30的却不多。赵丽颖的慈善不是昙花一现的作秀，从资助贫困学子到参与 disaster relief， 她的名字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份低调的坚持，比任何红毯造型都更亮眼。作为河北省旅游形象大使，她带着家乡的泰行山水，踏上草原走向全国。镜头前，她会认真介绍驴肉火烧的由来。采访里，她总把我的家乡很美挂在嘴边。这份对故土的眷恋，让她在星光熠熠中始终保留着一份质朴。最动人的身份，藏在生活褶皱里。在7重身份里，最温暖的莫过于合格妈妈这重标签。产后复出的她，会在赶工间隙视频哄娃，会把儿子画的涂鸦偷偷当手机壁纸。当被问及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时，她笑着说，没有平衡，只有取舍，但妈妈的身份永远是我的铠甲。而中国电视剧收视女王的头衔，更像是水到渠成的注脚。从陆贞传奇到风吹半夏，她用15部爆款剧证明，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只有日复一日的死磕。即便有人说她比杨幂少了点灵气，她也只回应，我笨，那就用作品说话。这就是赵丽颖，用演员的身份扎根，用多元的身份生长。她从不是完美的女神，却用7重身份活成了最真实的模样，既有野心，也有温度，既懂冲锋陷阵，也懂低头守护。这样的赵丽颖，谁能不爱？赵丽颖，这位被誉为逆袭教科书的女演员，曾在荧幕上一袭红衣，一见倾城，也曾用扎实的演技和真实的情感打动亿万观众的心。很多人以为她只是一个靠外貌起家的偶像派，或仅仅是努力一点的草根代表，但如果你以为赵丽颖只是一个勤奋的幸运儿，那可能远远低估了她的复杂度和深度。在镜头之外，她所呈现的不只是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形象，而是一位拥有7重隐藏身份的谋略家与理想主义者。她在不动声色中，一步步织就属于自己的人生大网。第1重身份，是她早期无人知晓的幕后策划者。在很多人以为她只是在片场等着剧本的时候，赵丽颖其实早已悄悄涉足剧本打磨和角色构建。从花千骨到知否，她并非只是接戏的演员，更是深入阅读剧本并向导演提出创意建议的合作者。她习惯在剧组里画人物线索图，研究角色行为逻辑，甚至帮对手演员设计表演节奏。这样深度参与的态度，是她不断打磨角色的秘诀，
也是观众总觉得她演的真的原因之一。第二重身份是安静的野心家，在赵丽颖身上，野心从不以咄咄逼人出现，而是以润物无声的姿态悄然推进。当其他人沉浸在流量、热搜、红毯和商务邀约的欢腾中时，他却选择默默转身去参与电影项目的前期准备。他在《谁是凶手》里挑战心理悬疑，在《幸福到万家》里涉足现实题材，在《酱园弄》中更是以静制动，不计的师弟为艺术服务。这些选择看似不红利，却让他在表演的深海中潜得更深，留住了真正有分量的尊重。第三重身份是影视投资人。很少有人知道，赵丽颖在过去5年里已悄然参与多个项目的联合出品。从短剧平台的孵化到电视剧的 IP 改编，她不仅是演员，更是推动内容产业生态变革的一份子。在选择参与的作品时，她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逻辑，不问导演咖位，只看内容诚意；不问合作对象热度，只看剧本打动程度。他不是投资圈的常客，但他参与的项目大多口碑在线，回报率稳定。他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低调而精准的商业眼光。第四重身份是推动女性议题的发声者。尽管很少公开谈论性别议题，但赵丽颖选择的角色却几乎清一色地饱含女性挣扎与成长。从楚乔传的女奴逆袭，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姑娘维权，再到即将播出的乔妍的心事，她始终在用一个个具体女性的故事，映射广阔社会的结构与张力。她不是口号式的表达者，但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沉稳而有力的女性宣言。第五重身份是文化输出的实践者。近年来，赵丽颖频频在国际舞台亮相，不仅作为代言人出席国际品牌活动，还代表中国女性形象参与海外宣传。她身穿改良汉服走上巴黎时装周红毯，她在联合国女性论坛中以嘉宾身份出席。她的演艺事业已不再局限于内娱小圈子，而是成为中国美的文化代表。很多时候，一位演员能输出的不只是作品，更是一种审美、理念与气质。她正是那种能让世界看见东方女性之美的人。第六重身份是引导青年成长的精神导师。在网络上，他不热衷于内涵回对舆论作战，却频频用理性、坚定的话语影响粉丝群体。例如，他曾在某次访谈中说：“你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尝试。”这句话如今被无数年轻人当作励志语录收藏。他拒绝标签化，但从未失去自我表达的勇气。他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塑造着当代青年女性的自我认知路径和价值信念。第七重身份是自我修行的艺术人。在娱乐圈浮华纷扰的大背景下，赵丽颖却保持着难得的专注力。她拒绝1年多部作品的接拍模式，坚持每年只精挑细选1、2部。她每天都会安排至少1小时的身体训练和情绪放松练习。她读剧本不靠耳机听梗概，而是自己标重点，写分析。她即使在综艺上也始终克制言辞，不哗众取宠，不制造噱头。这份自我约束与自我要求，是她始终如一稳步走高的基石。很多人说，赵丽颖身上有一种安静的锋利，她从不主动争抢，也从不依赖炒作，却总能在人群中悄悄崛起。她用一部又一部作品，用一个又一个角色，把那些关于草根圆脸、非科班的偏见一点点撕碎，然后毫不喧哗地把自我丰盈起来，走出属于自己的黄金轨迹。也许我们更该明白，赵丽颖的厉害从来不在于一朝爆红，而在于她懂得如何与自己和解，与时代对话。她不是那种每一天都活在热搜上的艺人，但她却是那个每一年都能留下代表作的演员。她不是那种张扬着理想的人，但她却早已悄然站在理想的峰顶。写到这里，愿每一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你，都能从赵丽颖的7重身份中汲取一些力量。愿你在世界质疑你时，依然相信自己。愿你在逆风中走得更稳，在沉默中积蓄光芒。
赵丽颖没有奇迹，有的是清醒、选择、坚守和日复一日的自律。她用沉默打磨角色，用角色回应世界，用世界成就自己。正因如此，她的成功不浮夸、不突兀，而是令人心服口服，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她值得。双引号。致每一位读者，若你此刻正迷茫，正被误解包围，正踟蹰于选择的路口，那么请你记住赵丽颖的那句话：你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尝试。在漫长的路上，别怕走慢一点，只要你不停止，终会走到自己的光芒处。400天零营业，王一博凭什么霸屏热搜？网友：这才是真顶流。王一博用400天的沉淀证明，顶级流量无需刷存在感。他拒绝浮躁，以香奈儿高定秀全球热搜第7的实力，重新定义偶像标准，不靠营销，热度自来，不接烂戏，专注沉淀，这才是真正的行业标杆。要是你依旧停留在王一博不拍戏是否过气了这个维度，那你可真是跟不上时代啦。400多个日子未曾进组拍戏，正剧方面毫无消息，新作也还未确定播出档期。然而王一博仅凭借1场秀，既未露面也未发声，便径直登上全球热搜第7，泰国热搜首位，将全场的流量热度都远远甩在身后。这一画面，若说他是凭颜值谋生，实在是过于保守了。更为精准的表述应当是，在流量顶尖人物里，他属于那种自身便是热搜焦点的罕见存在。在香奈儿巴黎高定时装周上，王一博再度获邀参加，与他一同出席的有亚洲顶级流量明星、全球时尚领域的知名博主、法国 Vogue 杂志的编辑，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品牌大使。他既未事先展示图片，也未开展宣传活动，甚至本人都还未到达现场，王一博看秀的话题便登上了趋势榜首位。海外网友纷纷刷屏热议，中国粉丝更是全方位迎接。试问这等排场，还有谁能拥有？直到这时，你才明白，顶级流量有2类，一类是借助营销来维持热度，另一类则是热度主动降临。他真的400多天没拍戏了，但他却活成了行业参考标准。莫说寻常路人，就连粉圈内部也都充满焦虑。哪家明星的粉丝能做到400多天不催自家偶像拍戏，还保持淡定？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流量大幅下滑，资源没了着落，被全网看衰了。然而王一博的粉丝既不催促他接戏，也不四处争抢资源，反倒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这是为何？原因在于王一博的影响力并非依靠日常频繁露面来维系，而是凭借一次次在沉寂之后的惊艳亮相得以彰显。时尚界明白他的价值。香奈儿并非是在讨好粉丝，而是认定他具备超越常规的影响力。在该品牌看来，他是亚洲市场的导火索，年轻消费群体的承接对象。作为代言人，具备最纯粹的形象、最平稳的状态以及最强的可塑性。他并非只能当陪衬的明星，而是被当作能撑场面的品牌招牌。要知道，他可是连续8次获邀参加香奈儿高定时装周的中国艺人。什么是持续保持高质量表现？这就是其他人凭借造型师获得关注，王一博凭借卷毛造型登上热搜并引发热议。卷毛王子这一称呼从巴黎迅速传播回中国，短短1夜便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什么是话题的制造者？这便是最好的例证。王一博没在娱乐圈瞎混，他在用退出换沉淀。真正令人心服口服的，并非他观看秀场时的造型，而是他确实能够挺过不开展活动的蛰伏阶段。众多顶流将不接戏视作玩笑话，巴不得今日杀青，明日就登上热搜。剧集尚未播出便先炒作 CP， 着重于保持持续的曝光度。然而，王一博在这1年多时间里，自《追风者》拍摄完成后，既未投入新剧拍摄，也未参与综艺录制。即便粉丝呼喊哥拍戏吧，他依旧不为所动。缘由何在？
只因他不愿为了流量随意承接剧集。2019年《陈情岭》播出后，他迅速成为顶级流量明星，不少人觉得他是运气佳。从风起洛阳到无名，再到长空之王追风者，他接连塑造不同作品中的角色，角色类型的差异愈发显著，其表演也愈发沉稳。特别是在追风者播出之后，再也没人说他演技差了。换种说法来讲，他已然从凭借角色迅速走红，迈入了借助角色实现自我沉淀的时期，故而他可以停下脚步，也能够耐心等待。他并不担忧在事业空白阶段被大众遗忘，真正令他惧怕的是表演不够出色，作品缺乏质量。他不只是干净，他是干净的没得挑。如今这个时代，偶像愈发显得脆弱不堪，仅仅是谈一场恋爱，与粉丝发生冲突或者工作懈怠，就可能让他们的形象遭受重创。自王一博爆火以来，几乎没有被曝光过任何能够坐实的负面新闻。你若说他有恋爱绯闻，却从未得到证实；你若说他工作懈怠，他在练习摩托车时比任何人都刻苦；你若说他懒惰，他不仅是滑板冠军，还经常出现在各类比赛中。一位偶像能够自律到这种程度，已不能简单归结为人设，而是骨子里的坚韧。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既不塑造特定形象，也不刻意寻求他人的情感共鸣。当你看他接受采访时，会发现他不会讲那些场面话，既不刻意迎合他人，也不故意煽情。他就像一位默默耕耘的劳模，不与世界针锋相对，却在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娱乐圈中，那些对流量持嘲讽态度的资深人士，也都对他赞誉有加。缘由很简单，他头脑清晰，沉稳可靠，既不招惹麻烦，又极具担当。真正让人佩服的是他从没急过。你觉得他这400多天是被迫闲着吗？并非如此。他在干什么，只有真正留意他的人才清楚。他在为自己挑选角色，舍弃了大量轻松获利的偶像剧。他正致力于保持身材，练习台词以及提升自身状态。他正憋着劲儿，等待一个合适的剧本，以求实现下一次的爆发。因此才讲，王一博不慌不忙，是由于他压根没必要靠刷存在感来证明自身。你或许觉得他仅仅是个偶像，实际上在向演员转型的进程中，他已然成为了典范。他让演艺圈明白，原来流量明星也能够不塌房、不造作、不浮华，而是踏踏实实，凭借作品立足。最后一句话，送给还没看明白的人。王一博的成就并非突然降临，而是他历经一回回缄默，一回回抉择，一回回抵御诱惑，才换来这般稳如泰山般的高人气。如今看来，一位长达400多天未曾参演影视作品的男艺人，仅凭借观看一场秀就能登上全球热搜榜，既未借助炒作手段，也未依靠话题热度，仅凭自身影响力就让品牌方给予充分重视，还引得网友们真诚的热烈讨论，这样的情况着实不多见了。他并非流量留存者，他是一代偶像，开创了新准则。400天，没有营业，没有发布新剧，没有综艺曝光，没有舞台演出，甚至连社交平台都沉寂的仿佛被时间封印。但即便在这样一种缄口不言的状态下，王一博的名字依然频频登上热搜，相关词条在各大社交平台热议不止。有网友调侃，他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在发生。更有人感慨，他什么都没说，热搜却全是他。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一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流量偶像，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作品，超越了镜头，成为了一种时代特质的代表。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王一博之所以能在400天零营业的状态下依旧热度不减，源于他多年如一日的深耕与积累。从天天向上的小主持人到陈情岭中的蓝忘机，从这就世街舞的冠军队长到无名追风者热烈等多部主旋律与商业作品的领衔主演，
他一步步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职业版图。这个版图之广，不局限于演员和舞者的身份，还延伸到赛车手、品牌代言人、纪录片主角、公益发起人等多个维度。他不是一朝一夕被捧红的爆款，而是在默默中累积信任与喜爱，在沉淀中等待开花结果。零营业不代表他真的无所作为，相反，从外媒采访中曝光的行程来看，王一博这1年间依然在持续拍摄国际纪录片，探索心境2，踏遍雪山玉林，极地海洋，完成了极高风险的挑战任务。他还参与国际奢侈品牌的巴黎时装周，3套造型直接引爆2000万话题热度，成为 Chanel 眼中的宠儿。同时，他代表主旋律价值观参与多部公益项目，包括乡村艺术教室、环保纪录片、关爱困境儿童等计划。尽管这些曝光极少，甚至不愿主动宣传，但从蛛丝马迹中仍能看出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行动。更重要的是，王一博并非以传统的营业方式获取流量，他不活跃于社交媒体，不靠热搜维持存在感，也不参与饭圈内卷。他的粉丝称他是佛系顶流，但这份佛系背后是极强的职业自律和目标意识。王一博在公开采访中多次强调，他更在乎作品本身，而不是所谓的热度。他愿意花时间去磨练演技，理解角色，突破极限，而不是一天到晚出现在八卦新闻中。这种反其道而行的方式，反而更令他与众不同，也更显稀缺。事实证明，真正的顶流不需要靠喧嚣证明存在感。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巨大反响，不论是巴黎时装周的红毯造型，还是一个纪录片中的镜头画面，亦或是在综艺旧片段被网友重新剪辑后又一次登上热搜。甚至有网友总结出一个规律，只要王一博稍微一动，全网都跟着震动。这不仅说明了他巨大的粉丝基础，更说明了他在普通观众中的可接受度与公众影响力。当然，保持这种零营业仍热度不减的状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需要在此前多年沉淀下扎实的作品基础，更需要个人素质的稳定发挥。王一博少有情绪波动，面对外界流言蜚语从不回应，始终以冷静克制的态度面对一切。这样的性格或许不讨喜，但极具信任感。观众知道他不会利用舆论炒作自己，也不会突然爆雷出轨塌房。因此，在这个饭圈动荡不断的娱乐环境中，王一博始终保持了极高的公众好感度。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粉丝群体也日趋理性成熟。过去可能有人为他疯狂刷榜、在线 battle， 现在更多人选择默默守护，理解他用作品说话的理念。这种粉丝与艺人之间的默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文化共鸣，也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转变。我们不再只看热闹，不再只追颜值，而是更在意真实与持久的品质。在如今这个素食文化盛行的时代，王一博的慢显得格外可贵。他不是靠流量博关注，而是靠实力立根基。他不主动蹭热度，却始终处在热搜前列。他可以400天不营业，但只要出现，就足以掀起风暴。这样的现象在内娱极为罕见，也说明一个事实：顶流的本质从来不是热度，而是影响力，是文化符号的建立，是长久不衰的价值输出。对很多人来说，王一博代表的是偶像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不需要每天晒自拍、发动态来维系人气，他也不靠炒 CP、玩综艺来博眼球。他更像一个时代的缩影，用真实、冷静和坚定，悄然影响着这个娱乐产业。他在用行动证明，即便不迎合规则，也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存在。最后，想对所有正在关注、支持王一博的观众说一句：感谢你们的坚持，也感谢你们的理解。娱乐圈的喧嚣总会过去，流量的浮躁终将褪去，但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无论风雨都在默默努力的人，是那些愿意以时间换信任的艺人和观众。
王一博用400天的沉默告诉我们，不发声不代表不存在，不营业不代表不努力，不热闹不代表不成功。未来的路他会走得更稳更远，而我们也请继续相信，那个一直在做自己的王一博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